今天做了个不放油不放面粉的小饼干，这款饼干做法特别简单，主要食材就3种：糖、蛋清、杏仁粉。后来我还做了一份核桃粉的，2个口味都特别好吃。这个是意大利的杏仁饼干，它虽然材料简单，但是口感绝不是单一的口感，外壳咬下去很酥脆，里边是松软的像蛋糕，满口坚果香气。先擦出半个橙皮屑，也可以换成柠檬，然后再挤一些橙汁出来。把橙皮屑、杏仁粉还有糖粉放在一起拌匀，拌匀以后就先放在一旁。这个饼干其实做法特简单，所有材料放在一起拌匀就好了。但是它糖量巨大，200克杏仁粉应该放170克左右的糖，我直接减掉了2/3的糖量。糖量减掉太多以后呢，一个是口感上没有那么的脆，另外就是会影响饼干膨胀，所以我选择把蛋清打发，这样烤的时候饼干也能膨胀起来，最后做好口感也挺好的，也还是挺脆的。蛋清给它打到湿性发泡就好，就是接近戚风的状态，有一个下垂的尖角。然后把蛋清加入到拌好的杏仁糖粉里，再加入橙汁，给它们拌匀。橙汁的量不要一次都加进去，先加一半看看面糊状态，再决定还要不要再加剩下的。这个面糊最后是一个比较浓稠的状态，刮刀是可以立在里边的，不能太湿黏，太湿黏的话待会儿整形的时候就不太好整，会弄得满手都是。然后就在这个揉面垫上撒一些糖粉，是撒糖粉不是面粉，把这个面糊倒在糖粉上，给它搓成长条形，直接给它分成12份，这个量我感觉做12个大小比较合适。稍微轻轻的把表面搓圆一下就好，不要反复揉捏，要不然到时候它里边那个口感就没那么松软了。放在糖粉里滚一圈，放到烤盘上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预热烤箱，如果不分上下火的烤箱可以用170度，如果分上下火的话，可以上火180，下火150到160度左右预热。预热15分钟以后，就在这个饼干中间戳一个洞，正好这个面糊是可以晾15分钟的，也更容易出现裂纹。可以在烤之前填上果酱，也可以在烤之后填上果酱。我选择烤之后填，因为烤的时候果酱会丢失一些水分。我填2个给你们看看烤完以后什么状态。放到烤箱的中层，我的烤箱是上火170，下火150，烤了20分钟。因为蛋清是打发过的，即使减了2/3的糖，烤的时候这个饼干也会膨发一些。出炉啦！烤完以后，这个果酱损失了不少，最后还是要填上。因为这个果酱不是自己做的，是市售的，可能里边水分比较大。然后就把果酱填上就可以了。这个我放的是橙子果酱，放到晾架上晾凉。这种有果酱的酸酸甜甜的就可以做给小朋友吃，大人需要养生补脑的就可以来做个核桃版的。把熟核桃给它打成粉，然后加入糖粉，因为核桃不是容易发苦嘛，所以这个糖粉我稍微多加了一点，正好就不用打发蛋清了。拌匀以后再加入蛋清儿，结果这蛋清我加的有点多了，建议大家先加1个蛋清看状态，然后再选择要不要加剩下的。这个加多了蛋清的糊就特别的湿黏，刮刀也不能立住。如果太湿黏了也没关系，可以补救，就是再加一些核桃粉或者再加点面粉。我就加了一些面粉，因为我懒得再打核桃粉了。然后后边的操作就是一样的，也是用一些糖粉把它搓成长条，再给它平均分成12份。入烤箱之前可以在上面压一整颗核桃。这回我是上火180，下火150，烤了20分钟。糖多裂纹也会更明显一些，吃起来也会更脆一些。这款饼干是意大利锡耶纳地区非常有名的传统型饼干，是典型的意大利甜点。表面沾满糖粉，烘烤以后会形成一层薄薄的酥脆的外壳，掰开里边质地细腻柔软，还带有湿润的口感。糖粉和果皮的香气与坚果天然的风味相辅相成，做到甜而不腻。吃的时候可以搭配咖啡或者伯爵茶，在意大利的传统中还经常搭配甜酒，能带来更加丰富的风味体验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做起来非常简单的小饼干，大家感兴趣的话也试试吧。